郎中，谁开的虎狼之药？想要毒死这孩子吗？此人是贵府的家仆。这不是你的伙计吗？莫怕，有我在，你的病肯定能治好，你信吗？哎，嘿嘿嘿，哎，这个给你玩儿，是不是凉冰冰的，很舒服啊？喂，你是何人呢？运城郎中钱乙，我来抓飞药。放肆！啊！哎，爹！哎，爹！哎，父亲，父亲，惊慌，不要惊慌，看儿怎么救人呢？哎，这是家父，也是郎中，尤善真救啊！纵是同道中人，也不该胡言乱语，毁人清誉吧？你怎知我开药有误啊？我是专医小儿的郎中，你给他诊的有误。此儿肺经有热，我欲竹叶汤牛黄膏，有何不妥呀？竹叶、牛黄皆为大寒之品，他肺气虚弱，外感风寒，肺热而咳，咳嗽日久，必生痰涎。你那是成人病机，小儿脏腑娇嫩，易寒易热，用药当轻如鸿毛，怎么可能用大寒之品？你这简直是用医杀人，不用刀！你什么成人病机、小儿病机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！真是晦气，好端端的碰上个忘人，耽误了时辰。要是早吃上药，我儿还能好得快。这位掌柜，这位掌柜的，等一下，快走，休要理他。胖兄，你儿子快死了，你敢咒我儿子？哎，千万不要喝药，喝药必死啊！少啰嗦，陈郎中乃我乡名医，你要再敢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动手打你？来，快走！哎呀，好了没？好了，快点给少爷端去啊！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这次老天开眼，让咱俩父子团聚，我正要多做善事，酬谢神恩呐。哎呀，药已经熬好了，父亲，你在这儿稍息片刻，我去就来啊。父亲，你在这儿哪儿都不要去。父亲，坐下。哎，好，我很快就回来啊，等我啊。你干什么啊你？是我的药，不要钱。老爷，你不要钱。来人啊！大人，我在运城专诊小儿，深知小儿肌肤柔弱，五脏六腑成而未全，全而未壮。若受邪治病，则变化迅速，一虚一实，一寒一热呀。这老者可是你父亲？啊，是我父子失散30多年，我到处寻找，总算天可怜见，刚刚找到。你父子失散的事儿，你们运城县衙应该有备录吧？是啊，我每次出门寻找父亲，都有县衙开具的录引，大人一查便知啊。可是那患儿是肺虚受风寒，不可再用寒凉之药啊。我观你父亲的气色，是有些不妥。哦，我父亲是颠沛流离，受创过剧，我日后会精心调理的。可那患儿是肺虚受风寒，你可愿立下生死文书啊？什么？你一口咬定陈郎中方子有误，可敢让患儿按你的方子吃药？如果出了纰漏，将以命抵命，法不容情。大人，这如何？敢？大人，他敢，我可不敢呐。草民家里就这么一个独子啊。本官自有分寸。老爷，你先跑，我挡着。哦，从那里跑，别回头，别管我。父亲，你的病大好啊！你才大好了，你才有病呢。住嘴！哎呀，丁师爷，你说这都快2个时辰了，这钱乙的药到底见不见效啊？哎呀，东翁稍安勿躁，这钱乙啊就是这么个性子，偏爱与人争辩，
这医礼呀、药性啊，也不分场合，惹出不少事端。你郓城县那个同乡倒也有趣啊，还会专为他写了书函告知四方。听说他的小女儿是钱乙救下来的，心存感激，也知道他还会惹出是非来。爹爹，儿子，你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爹爹，我饿。我儿子饿了，快做饭去，快！我儿子好了，我儿子好了，快来人呐！我儿子要吃饭，快炖肉，炖肉！哎呀，这真乃神医呀！我儿子好了，他要吃饭，我叫人做炖肉去了。先服青州小菜2人，养好脾胃，再吃肉。哎，对对，哎，听见没有？熬粥，熬粥！恩公。等我儿子大好了，我一定带上他到运州府上当面拜谢啊！不必客气，医者本分。你那个粥煮好了，给我爹来1碗如何？行，别说1碗，1锅都行啊！哎，多熬点啊！多谢神医救了我儿，严某感激不尽。今日特备薄礼前来府上拜谢，万望效纳。哎，客气客气，快请坐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哎呀，汴京不比咱运州，你的脾气要改一改啊！那个这就是人，咱可得罪不起呀！啊！我知道，姑丈，这位是我姑丈。姑丈，啊，我爹就……哎，咱运州是个小地方，人也善，可汴京，嗨，我爹就麻烦你跟姑姑照顾了。他有手有脚的，还用我照顾？整天的琢磨着成仙得道的，一走就是30年，他还有脸回来？我姑丈啊，跟我爹一样爱唠叨。这孩子啊，脉象平时，身体大好，不用担心了。有你照应着，我不担心。钱神医，你的医术已经顶呱呱了，为何还要去汴京呢？钱乙自幼钻研医术，曾立下志愿，要投考观医署，结交天下名医，造福天下万民。如今我爹也找回来了，这个愿望更应该实现。你是为了你爹，算是吧。姑丈，我爹也吃了不少苦，他在糊涂的时候啊，你照应一下他。观医署里典籍众多，名医荟萃，说不定啊，你还真能找到医他病的办法呢。我就说好好的人，怎么就整天着琢磨着求仙问道呢？哼！不管我能不能考上观医署，我都要求医问药，诊治好我爹这巅峰之症。诸位，我就不向我爹告别了，反正没几日我就回来了。日上3竿，再不走几时能到？你还是走啊！要不你啊送我回去修仙，逼着赶着把我弄回来，你倒走了。好，那就一块儿走。咱们一会儿啊，先去观医署认门啊，在一块儿吃晌午饭，逛逛这汴京城，
不去，不去。万丈红尘，不看也罢。啊，父亲，这得道成仙这种事儿啊，这修得金丹，还要和光同尘，方得凝成元婴啊。哎，再说，这修仙也不耽误吃饭，对吧？万丈红尘怕什么？红尘才能修得丹心啊。说得好，想不到我钱家还是你有道心。我陪你去观音署。爹，你姑丈说你性子执拗，爱惹是非，我得替你把住脉啊。哼。他跟爷爷说哪不舒服，来，伸出手来。哎，孩子，这孩子没出息，这几天头疼都好几天了。啊，不妨事，偶感风寒而已，吃几副药就好了啊。哎，你干嘛呢？这是？啊，敢问先生，这小儿患的是何病啊？寸口脉浮，啊，风寒犯肺也。啊，小儿不能自言病症，故望诊为先。我观先生适才，并未注意小儿面色呀。嗯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注意小孩的脸色呢？先生认为是风寒犯肺，可是这小儿的面色……今天我们观医署是奉了圣上的旨意来这儿义诊，病人不少，你不要在这儿啰嗦了，快走吧！啊，好了，照方抓药去吧。不可，左腮为肝，额上为心。此小儿左腮隐隐色青，而额上赤，这是心有热而肝风内动啊！你真是郎中。在下运州钱乙，字仲阳。我看你是算命相面的吧？让我给孩子诊一诊吧。你这厮好生无礼，分明是贪利夺功，恐吓人家。来，大伙把这破皮给我赶出去！走！他真是观音署的教授，怎么会连小儿的面上症都不知晓？我看这里还不如我们运州呢。不可妄言，观音署自有底蕴。等你考上就知道了。走，先去太常寺投纳家状。我不去。如果观医署就这水平，我又何必去考他？不去也罢。你得罪了那姓徐的太医，只怕想考那还考不上呢。投考观医署，先要在那里旁听1年，你得罪了人呢，他们会放你过去？我姑丈说了，这医道可是世上最清白的营生。作为太医，他断不会为难于我。是，外边那个人，你们把他打发了。是。咱们这就回去。做郎中也不一定非要上什么观医署。我不走，观医署让我等消息。这种托词你也信？我打听了，能不能上观医署，那徐太医一言可决，哪里还用等消息？等什么消息？也许我现在真的水平不够。考都没有考，他如何知道你够不够？什么让你等消息？
分明是报复你昨日桀骜不驯呐！我有个主意，汴京人多，患病的小孩也多，我开家医馆，既可以精进医术，又可以备考观医署，咱俩还有地方住。哎呀，好啊，爹，咱们开张大吉啊！回屋吧。这么个偏地方，能有人找到吗？父亲，你就放心吧，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。你还不信我这双手吗？走吧。这徐太医的医术还真不错呀。我看了他诊治的几个医案，诊症精确，用药巧妙，佩服，佩服，佩服。只不过我能看出来，他尚不太清楚成人和小儿的医理不同啊。儿子，按说我非红尘俗人，这话不该说。但是儿子，我真的饿了。啊？哦，哎呀！可是我们今日尚未开张啊，我们还是回运州去吧，难不成要饿死在这里？不用回，我有办法挣钱。诊病开方，针灸推拿。诊病开方，针灸推拿。老师。润王的小世子呕吐腹泻不止，迷谷不化已经7天，您这是第3次问诊，前2次开过补益的方子。我知道，按说今天也该好转了，那也不可大意啊。是，家里只有这些吃的当诊金，先生莫要嫌弃啊。等我儿子病好了，一定找先生报答你。令郎啊，再吃2副药就好了。不用担心哈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这怎么还是又哭又吐的呀？你没给他吃药吗？一直都在吃呀，这可怎么办？那吃药怎么还这样啊？快，去催催徐太医，快！敢问军爷，你们府上是不是有小儿得病啊？我是个郎中，专治小儿的病啊。找骂是吧？我们家王爷会找你这灵医给世子瞧病。我真是好医生啊，我能治他的病，我从他的喘息声我就能听出来啊。哟呵，你比徐太医还厉害，快滚吧！我们家王爷心情不好，你在这儿聒噪，打死你也是白打。果然，误用了温热药，这是实热症啊！快带我去见你们家王爷。这是不是你们家少爷吃的药？是啊。我告诉你，他现在命悬一线，要想救他，赶紧带我去。你疯了吧？庸才！哎，召唤人啊！谁
你真是郎中？在下运州前尹，来汴京投考关医署。我在横珠巷开了一家医馆，哎，快把患儿抱来！我跪下，哥。开医馆的还当灵医？哎呀，我那个医馆位置不好，生意萧条。你家的患儿吃药有误，快抱！跪下。这酒香不怕巷子深，怕是你的医术差强人意吧？哎呦，你一个王爷说话怎么那么絮絮叨叨？病在你儿身上，你就不替他难受吗？放肆！放肆有什么用？放肆也治不好你孩子的病啊！放给他。那几味药忘了带着。把师傅镜拿了。这一把脉就哭，哭了又要吐。孩子肌肤柔嫩，兼之呕吐、腹泻、发烧之后，皮肤肥薄，更怕触碰，所以切脉必须轻柔迅速，一指定观。这种推试指、看虎口纹判断病危的方法，是我多年研究古书得来。行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儿究竟何病？因热所致，邪热入里，石膏汤3剂，一并服下即可。王爷，徐太医来，你让他进来。开方子。拜见王爷。这是徐太医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个灵医说你开的方子不妥当，你们都是同道，切磋一下吧。王爷，您既然让他开了方子，想必更信任他，老朽就不献丑了。告辞。哎，徐太医，我让他开方子，但并没打算用，我只是想耍一耍他，出出闲气而已。王爷，你一个小小的灵医也敢闯我王府，不把你的腿打断了送开封府就算开恩了。来啊，把他的方子给徐太医看看。一派胡言！世子呕吐腹泻如此严重，又迷骨不化，理应健脾才是。为何用寒凉药物呢？必须用丁香散，温中健脾。服你的药一定会腹满身热、渴欲饮水以及呕逆之症。哎，是你们在照顾患儿吧？我说的是否如此？是不是？世子确实闹着要水喝，但是一喝水就吐。吐是因为胃气上逆。你们有没有用姜汁儿调药服用啊？回太医一直都是用姜汁送服的。此乃大汗、大热、大渴、脉洪大之4大症，必须用白虎汤来解。王爷，此人胡言乱语，我实在无心和他理论，请王爷定夺吧。哎，你们说的我听不懂啊，我就相信你徐太医，啊，来，把这个灵医给我轰出去。出去，走，给我出去！说你还不听劝？你们不听我的，你们会后悔的。明天这孩子就会大汗淋漓、神魂瞻望，后天那就皮肤皱缩、心门塌陷，大后天就一命呜呼了。你敢诅咒我家世子？来人呐，给我打！我没有诅咒孩子，我没有诅咒孩子。打完后送到开封府去。
让他死在这儿，麻烦的很。好好好好。那能自己喝吗？我不喝。受了伤更应多吃饭，以水谷之精微，固本培元。你手不便，我喂你吃。来，这就对了。人不能被自己压趴下，吃饱了才能立得住。天道缥缈莫测，我要是不立得住，根本坚持不了30年。父亲，你好像病好了。衣不叩门，道不轻传。你倒好，追到人家王爷府里去诊病啊！不能老这样啊！你得学会该服软时就服软，何必硬顶呢？父亲，没有人教过我，我是姑丈养大的。姑丈教我医术，更教我医者之责，医者之德。我可以服软，但我绝不放弃救那个孩子。教诲学生明白了。哎，以后多注意吧。啊，是。徐大人，徐大人，在下有事相求。不瞒大人，犬子昨日冲撞了大人，我想替他来赔个罪，求个情。哦，听你的口音，你是京东西路一带的，运州，小地方。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郎中，就是你的儿子？正是这混账小子。等他从开封府出来，我定带他来请罪。哎，送他去开封府的是王爷，我可没有办法弄他出来啊。王爷格外看重大人呐，大人说句话，王爷会重视。大人，这块玉佩陪了我30年，我想转送大人。不，但是如果是普通玉佩，玉质再好也抵不上犬子的鲁莽嘛。这玉佩啊，暗藏天机，可窥天道。可怜我肉眼凡胎，日夜揣摩凡30年，那还是……你信天道？当然，你就用这块玉石揣测天道。是，大人是有大智慧的人。他一直跟了你30年，是。你们都看看，看看这种东西还有印象吗？玉质不算好，但盘的还不错。想想。30年以前，在开封府发生的那桩诈骗案，后来被宫里给硬压下去了。大人可是知道这块玉佩的秘密啊！没想到，连汴京都知道它。不瞒各位大人说，我是从一个道士手里重金求得的。至于他先前有些什么经历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你不知道？我们大家可都知道。我告诉你，30年以前呢，在这个观前街呀，有一家珠宝铺子。对，现在啊变成酒坊了。他坑蒙拐骗，弄了一些不值钱的玉石，雕琢一番，谎称里面蕴藏着天道之妙，专门卖给那些求仙寻道的傻子。他们这门生意做了7、8年了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上当了。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呢？你去开封府打听一下，大家都知道啊。是啊，
当年这个铺子攀上宫里的关系，硬给保了下来。外面知道的人不多呀。哼，要是包龙图还活着，断然不肯这么轻饶。可怜你30年来抱着这块劣质的玉石，还说要送给我，真是个愚人，痴人呐！不可能！小龙，老师，你去开封府跑一趟。那小子能放就放了吧？啊？就这么饶了他？哎呀，就算看在他父亲的面子上吧。希望他能得些教训，以后不会寸步难行啊。老人家，对不起。爹，你醒了？这是哪里？过了黄河了，我们回家，回运城了。我睡了几天啊？你呀，睡了3天了，多睡睡好。找这个呢吧？你都知道了？那老王啊，骗你的，别信他。其实我也有过怀疑，我见过一个道友，跟我的玉佩一模一样，也是个游帮道士卖给他的。可是我不敢细想，不肯死信，抛家舍地，求仙去道，半生光阴啊！谁敢信他是个假话？别说了，爹，好好歇歇吧。爹，这30年没跟你说过话，没有管过你，教过你，养过你，我亏呀！你让我多说说，补一补你吧。一来一去的不见好，反而还严重。管家，快去把那个灵医的药方拿来，把他开的药全都抓来。回王爷，灵医的方子没留下来，没留下找去，就是把汴京城翻遍了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到。王爷莫慌，啊，待我再想想办法。他说我家小儿3日后会神魂瞻望，应验了吧？分明是你这老匹夫与他有仇隙。我家小儿若有不测，我定饶不了你。主丈，我要为我爹守灵。也好，汴京是非太多，不回去也罢。汴京我一定要回去。啊？你这是？这是烧给一个孩子的。我离开汴京前诊了一个小儿，邪热入里，误用了温热药。我给他开了石膏汤，可是他们要不给他用的话，我要救更多的孩子，所以我要回汴京去。我要让天下的郎中都知道我的医理。可不容易啊！咱们运州可是个小地方。我在这里守灵3年，
也是为了遍阅医书、精进医术。等我再回汴京的时候，一定要让他们口服心服。成不成啊？很快就会好的。老师，请喝茶。爹，儿子又要去汴京了。您在天有灵，保佑儿子吧。鼓掌。起来。鼓掌。您年事已高，正需要人照顾，可我却又要去汴京。父母在，不远游，可是为了救更多的孩子。请姑丈恕我不孝。不，我这身子骨还硬呢。你去了就好好做，只有观医署的人认可了你的医理，天下郎中才能学会，天下的孩子也才能够受益呀。是。严掌柜要去汴京做买卖，我请他与你同去，遇事要多听严掌柜的话。哦。多谢严掌柜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我一定会支持你的哦。我早就替你打算好了，你一到了汴京，要先打出名气，让所有的百姓都知道你专医小儿，你是儿医圣手。我晕了，不敢当啊！哎，不敢当也得当，你为的不是自己，为的是救天下的孩子。是。可是，汴京虽然是个大都城，可是百姓对医术的好坏未见得能懂，他们只看谁的名气大，谁的名气大就信谁。这个有点像我们做生意。我扯远了。总之呢，你听我的就对了。我听。那就好。咱们到了汴京，先找同乡，咱们找运州的老乡。你是咱运州的名医，咱们运州人要齐心协力。把你捧成汴京的名医，天下的名医。爹，让我来扫吧。哎，不用，我来教你。钟阳，你尽管放心，咱们择地重开医馆。再说，这地儿也太偏僻了点。你想通了？想通了。我父亲在天上看着我，我一定要把诊治小儿的经验诀窍传扬天下。为了这个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徐定伦接旨。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徐敬伦误诊，服罪3年。念其昔日救治太后有功，今赦其罪。观医署编撰本草，正当用人之际，着徐敬伦仍回观医署听用，钦此。罪臣徐敬伦叩谢皇恩浩荡。哈哈，你们费心了。哎，这么说，他又回来了？可不是嘛，他那家新医馆规模还不小，又在繁华街市上。听说汴京的几个运州商人都很支持他。害老师受了劳役之难，他倒没事一样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是啊，我再去找几个师兄弟去找他麻烦。哎，不可，为医之人要心存慈悲之心呐。不可总想找人的麻烦，啊！老师，不是他。再说，当年之事是为师之过，和他没有关系啊。这些年，我反复地琢磨他的方子，说不定当时小世子吃了他的方子，也许就不会夭折了。老师千万莫这么想，观医署不是替老师争过了吗？小世子是另有隐疾。不管他是不是另有隐疾，我已经搭上了3年的晨光，所以我时常在琢磨钱已开的方子，这个小郎中不可小视啊。内经云：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；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古人又有天地之气清净，顺之则阳气固，虽有贼邪，弗能害也的说法。此因时之序，其中道理，大家慢慢体会啊！啊，仲阳，药茶都准备好了，你来尝尝看。好好。地道的好药材啊！严大哥费心了。哎，替你做事儿那都是积德的事儿，我敢不费心吗？来来来，大家都来喝药茶、吃茶点，退热解暑。钱老弟的新方子。小五啊，这位是你钱大哥，咱们运州的名医啊。见过钱大哥，常听老乡们说起钱大哥，今天啊总算见着了。小五呢，在宫里做禁卫，手握重权呐。幸会幸会啊！严大哥，你可别吓唬我，什么手握重权啊？说白了就是给人开个大门。哎，小五，你还吃不吃大哥的饭啊？我吃，我可舍不得不吃啊。钱大哥，咱们都是老乡，客气话就不说了，用得着我小五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自然少不得倚重啊！小五兄弟是权贵身边的人。我也没什么本事，只会诊病。如果你知道有谁抱恙，就来找我呀。钱大哥医术通神，我早有耳闻。放心吧，这事我定放在心上。老师，爹爹请。这孩子真乖。运州的这些个老乡算是联络上了，接下来要诊治几个疑难杂症，把名气打出来。你不会是只医小儿吧？啊，当然，成人我也能诊。那就好。若是专医小儿，非权贵家的子嗣，恐怕难以引人瞩目，这是可遇不可求的。就是因为小儿得不到重视，所以才无人专研小儿医道。其实小儿更可怜，口不能言，痛更难忍，没有办法保护自己，病患加诸于身。痛苦更甚于成人100倍呀！我在想，你若非幼年失护，也不会立下专医小儿的宏愿吧？也许吧。
我每次诊治小儿，都恨不能让病患转移到我身上。但既然做不到，我就力求诊断精准，药师生效，解病患于须臾之间。所以，你才是天下最好的小儿郎中。仲阳，你且放宽心，我纵使自家的生意不做了，也必定助你完成宏愿。来。老师，这钱乙的方子啊，有没有纰漏？带我们上门揭穿他吧。现在找他看病的人很多，生机越来越好。老师，看他的用药如何，就要先看着他的病人呢，临症而决啊。你们看到他的病人了吗？老师，学生怕打草惊蛇。哎呀，怕什么怕？你们是观医署的学生吗？去看看病人有何不可呀？既要揣摩他的用药之道，取人之长，那就要尽心尽力呀。学生明白，明白。小七啊，你到巷口去拎一辆驴车，我今天啊去的人家太多了。来。呀呀！孩子在那儿，在那儿。好好好。哎，没事了啊！好，谢谢，带红白走啊！冰糖葫芦，哎，冰糖葫芦，行，哎，糖葫芦，来来来，走，走。钱郎中，郎中。我家主人说，小少爷的病一好大半，就不用再诊啊。这是诊金，您哎，不会这么快，还得再吃一剂药呢。郎中，我家主人说，多谢您费心了，这诊金就多加了一些，您就请回吧。啊，这怎么了？你家金朝凤呢？我家主人去铺子里了，他说与您彼此同乡，这事儿不好当面说起，您看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孩子还没好，我得去看看孩子。哎，郎中，我实话跟您说吧，观医署来了位郎中，说我家小少爷的病得徐太医亲手诊治。你，我家主人也不好拒绝，好在与您是同乡，是自家人就好说话啊。您还是先请回吧，啊，先请回吧。这。好嘞，这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孩子已经好了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把驴车还了吧，跟人家说本来另1天，现在只能另半天，少算点小钱。老师，你在写什么啊？我在写我诊过的医案。为
什么要写这个？这些都是我在汴京见过的医案，和我诊治小儿的心得。我要把它写下来，别人学会了，就能救更多的孩子。哦，等你写好了，我叫我爹把它印出来。这是个好主意。那我得好好写，要不然啊，对不起你爹的银子。没关系，我爹有的是钱，我知道他写在哪里，就藏在我家的。这个可不能跟外人讲啊。老师，你又不是外人，我爹说了，再造之恩怎么报都不为过。老师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高兴了？因为老师知道坚持下去的意义了。运州前乙，见过诸位太医呀。哟，是钱郎中啊！哎，一别3年，我早想见你一见呐。啊，徐太医手段高明，我可不敢不来呀。哎，你这个人，说话怎么这么不中听啊？啊，那我怎么说话才中听啊？我要对徐太医感恩戴德，纳头便拜吗？可惜呀，我钱乙生就了一身硬骨头。钱郎中讲话夹枪带棒，所谓何来啊？徐太医心里最清楚，我是来告诉你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我都不会屈服。哎，此人目空一切，实在可恶。徐大人，要不要知会开封府啊？就是这么一大早的，真是晦气。许是误会了，我先问问我那2个学生再说吧。你们怎么敢？这什么行径？强盗吗？无赖吗？我让你们去揣摩他的药方、用药之道，你们干了些什么？老师息怒，我们也是一片好心啊。断人的生计也算好心吗？老师，这钱乙终究不是正路出身，谁知道是不是有真本事？诊病救人，事关性命，我们……对呀，我们是为观医署学生从严把关，这也是好心啊。收起你们的好心吧！哼！你们俩马上去给他登门认错。老师，我们抓到他的把柄了。老师，这是他的药方，病人我们也去诊了，应该用金匮药类中的肾气丸。你看他把这方子都改成什么了？令郎的病啊就要好了，照我的方子再吃2剂即可。郎中，您再开副方子吧，原方找不到了。好，这次我的方子你可要留好了，以后再遇到同样的病，找不到郎中，抓2副吃就可以了。只怕要吃出人命来。王夫人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徐太医，他老人家亲自来诊病了。徐太医。好。先贤的肾气丸方，你去掉桂枝和附子，只剩下6味药，为什么？小儿乃纯阳之体，无需补肾阳，只需滋肾阴。桂枝附子偏于补肾之精，故去之。丹地黄你用为熟地黄，为什么？君药重用熟地，是从脾胃入手来培补肾精，这样6味药有补有泻，攻补兼施，共奏滋阴补肾之功啊！肾气丸方需要用酒送服，你却改为用温水送服，却是为何？用酒送服，乃引药入经之意。
我方中并无需用酒送服之药，况且小儿乃纯阳之体，肾无实症。肾无实症，这是哪位先贤所说？出自何典？这是我多年行医摸索出来的。这个方子就是专为他所开，专治小儿肾病，与仲景肾气丸非同一味药。你说肾无实症，我不敢信。为何众多的前贤都没说过？医学之道本来就是一代代钻研的学问，如果固步自封，怎么能进步呢？我现在正在撰写我为小儿诊病的心得，相信能让天下的郎中明白我的医理啊。可是性命攸关呐，请问把病人当作你试验医理的途径啊？我没有。前贤的方子经过无数人的验证，不能随意更改。你还太年轻啊，急于生出自己的医理，难免急功近利。哼，这不好啊！我没有急功近利，肾无实症，你还真敢说出惊人之语啊！我今天以一个老郎中的身份劝劝你，要悬崖勒马，你的路走错了。老师，今天说的太好了，当头棒喝呀！就是，他要是有点羞耻心，就应该大礼参拜，拜谢老师的教诲。此事就不要再提了，我是不愿意看到他一错再错呀。那是老师宅深仁厚，你们俩继续关注着他，若他确有悔悟，把他收进来学习，倒也是正途啊！啊，是。你真的要帮他？哼，他那种人怎么配与你我为伍？你放心，我自有办法让老师赠宴给他。愿闻其详。把建议的书稿偷出来。困了，我让伙计带你回家睡觉去。老师，我就睡在这儿好不好？我爹出去收货，他现在还没回来，我不想一个人睡在家里。好，那就上床去吧。哦。哎，洗脚了没有啊？天天洗香着呢。老师，你今天晚上一个字都没写，你在想什么呢？老师在想，是不是老师真的错？如果我没错，为什么徐太医会认为我错了？到底是谁错了？老师，你都把我说糊涂了。哼，你睡吧。来看一看了啊！新刊印的医书，看运州郎中叫骂关医署啊！看关医署10位太医诊错病案啊！来看一看了。岂有此理！哼，这个郎中也太不知所谓了。这算什么？这是钻研医理的态度吗？挑出我们每个人的病案，大加谩骂，还声称是错案，这根本不是研究医理，
分明就是挑衅，实在有些不妥啊！徐兄，您跟此人曾经打过交道，您看这医书确是他所为吗？刊印医书花费很大呀，就连你我也不敢轻易奢望。只有他啊，那些运州的商人一直支持着他。我听过他讲他的医理，和他这书上写的一脉相承，应该是他所为。这确实是我写的。程阳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可我没有拿去看印呢，这些都是我随手所记的心得，尚未整理清楚。况且，我也没有银子去印。这倒也是啊。我细细看来，意思虽然是我的，但措辞改动甚大，探究变成了苛责，疑问变成了斥骂。哎，那原稿呢？丢了，丢了好几天了。这么看来，是有人故意要害你啊！害我？花这么多钱把它印出来，这不是在帮我吗？仲阳，这本书会让你树敌无数，寸步难行啊！嫌疑，滚出来！滚出来！快出来！给人说病案的吗？这也是咱的无知小儿，这是你写的，你印的吧？啊！别以为你有2个破钱，你就可以恣意妄为。这儿是汴京，不是你们运州。叫声，滚出汴京去！滚！你们，我怎么了？我们这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我看汴京啊，也容不下你这狂妄之徒了。来，把这拿出来！来，这书上全是这小子写的狂妄之词，来给我烧了！我在樊楼叫的酒菜。怎么了，杨大哥？来了趟汴京，没请你去樊楼吃过酒，就这么走了，我实在是心有不甘呐。谁说我要走了？怎么你不走吗？我爹在天上看着我呢，我的医书还没有写出来，我的医理还没有告诉天下的郎中，我怎么能走呢？我不走。好，不走就好。我是怕你年轻受不了挫折。给我来个激将法。不，这是壮行酒。咱俩好好吃上一顿，然后跟这帮老朽好好的斗上一斗。好。对了，小武有件事儿让我告诉你。小武，就是那个给人家当侍卫。哦，什么事儿？他说，长公主的女儿已经病了好几天了，高烧不退，泻不止。问你要不要去诊？他可以引荐。诊，我一定要诊。哎，两位客官们走啊！怎么样啊？知道病因了。看看药方就知道。钱大哥，你真了不起呀！从几位太医开的方子，我能推断出他们诊病时的情形。那咱们赶紧去吧，万一他们给治好了呢？是啊，这个病啊，他们治不好。他们诊错了吗？不能说是诊错了，只能说他们没想到是这个病。那还不是诊错了？哎，我一直在说，小儿的病和成人相异，年龄越小差异越大，这是我一直在说的医理。
可总是无人肯听，无人肯信呐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去见长公主吧。不急，小五，你推举我，托的是什么人？是内府的杨总管，他家是济阳郡的，跟咱还算是半个老乡。那就不急。小郡主现在上有大碍，我先不着急去，必须得让长公主觉得没指望了，我再出手诊治。那小郡主不是要多受罪啊？你钱大哥心里有数。小五啊，我知道，你觉得我这样做有些不妥，可是我问心无愧啊。第一，小郡主这个病非药石可治，就是我去了也无方可开。第二，小郡主受点苦，能让更多的孩子不受罪少受罪，懂吗？我懂，这个事儿以后我慢慢跟小五解释。不过仲阳啊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。请讲。不要违背了本心呐。袁大哥，先父在天上看着我呢。爹，不是儿子在算计别人，只是这世道不用心便不随心。如果儿子只知道低头诊病，在这里将寸步难行。爹，明天您保佑您的儿子得偿所愿吧。娘，我肚子疼，我好难受。怎么样，还是没有起色吗？换了3个太医都不行吗？昨日卸的还有血丝，今日剩下的全是水样的细末。什么意思？你倒是说话呀！咱们女儿到底怎么了？活不了了！不可能！朝廷有观音署，上药局、御药院，几10个御医都不管用吗？我不信，我要去见皇上。哦，你去找皇上啊！这3个御医已经是最好的了，他们不行，剩下的更不行了。那去进香，去大相国寺进香。我现在就去。我要去收头炷香。啊，换衣服，我们俩一块去。你给我安静些！女儿醒了，你不去看看吗？不看，看了怕忍不住提刀去砍死那帮太医。可以了吧？卯时已到，咱们可以去了吧？还需1个时辰。非要让那个孩子再受1个时辰的罪吗？每个小儿都要经这一遭罪。仲阳，我不会拿小儿的病来自抬身价，这个病非得到了时辰才有转机。袁大哥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违背了本心的。那咱们先到长公主府外候着行吧？等到了1个时辰，咱们就进去寻小五。好吧。明明是有天赋有才华，可偏偏要离经叛道，独出心裁。你就这么想一鸣惊人吗？老师，老师，今天观音署有人会有麻烦。长公主府上的小郡主得了泄泻之症，邱太医、丁太医、李太医都去诊过，开方吃药均不见效。歇3天了，恐怕难以熬过今日。这3位太医定要有难了。还是老师有先见之明，没有接着棘手之症啊。胡说，为师不接手是因为同道之间不可互相拆台呀。
你们学医道更要学规矩。学生受教了。再说，为师也不擅长医治小儿之症啊。老师，您不是说患者不分小儿和成人吗？那是以前的想法，可是现在，听说你家亲戚开了一间书铺。远房亲戚平日也无来往。你要提醒你那个亲戚，开书铺要多印前贤的经典，不可搞歪门邪道，坏了自己的声誉啊！是，学生已经转告。好，去吧。小儿泄泻之症，如果前医来诊，会怎么入手呢？运州钱乙，京东西路的运州，那种穷乡僻壤的地方会出名医？回父嘛，这钱乙诊治小儿有些本事，听说30年里只诊小儿。快去请！我已经派人去请了，估计马上就到了。进去吧。快点！还是来早了，免不了要吃些苦头了。那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喝酒呢？哎呀，袁大哥，你放心，我爹在天上看着我呢，我不会胡来的。你会明白的，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，要实现夙愿，唯有如此。哎，公主，这是钱乙秦郎中。有礼了。你就是那个郎中，怎么大白天还喝酒？你这要如何诊病？诊病吗？举巡按，寸关尺，服忠臣，3步9侯，尽在我手中啊！简直胡闹！一个醉鬼！哎，人醉心不醉，速速把患儿抱来。你去，把文儿抱来，给他看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哎呀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病，这不就是出诊，诊出热退，泻泻自停。出诊，应开何方？用不着开方，疹子出了自然就好了啊。我困了，我得睡觉了。枕巾呢？你送到我。你就算诊了病了，还想要枕巾？那给几坛子酒也行啊。等等，把文儿抱进去，别吓着孩子，别打死他，打完送去开封府问罪。我教你，我叫你喝醉酒来诊病，我叫你胡说八道，我叫你醉酒。中年一儿良药苦口，病儿即可出诊，别治我所言不虚啊！等我再打。这就是你举荐的人，自取李石鞭子责罚。等等，如果我没有诊错，你们何以自处？我当面向你谢罪。嘿，毫无诚意。算了，多说无益。扁鹊宫在上，后辈钱乙在此立誓，如果我诊治有误，当自尽一线。如果你们不怕丢脸，就打吧，打吧！把管家那石鞭子也给我吧。打！狂妄之辈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出疹子了！出疹子了！郡主出疹子了！
小郡主读疹子了。哎呀，你这是早有谋划吧？可吓了我一跳。多谢大哥义助。哎呀，倒是同情长公主有福缘，遇到你这个名医呀。我再给他开个方子，煎水擦浴，疹子退得稳妥些。我先走了。这种情形大家都尴尬。放心，公主和驸马都是知恩图报的人，你的功劳他们不会埋没，你切点好心吧。你救了小郡主，驸马还错答了你，他们都很过意不去，所以长公主求皇上赏你医学翰林之职。哎，你从此也是有官身的郎中了，好好干。这么说，我可以去观医署了。皇上钦点的医学翰林，当然去得了。恭喜恭喜！哎，不过又要去上药局和医药院，还得在观医署学完2年之后才成。不用，观医署执掌天下医学教导，我就想去那儿。我以为诊治小儿之病，当以五脏为基，以症候为凭。如何用虚实寒热来判断脏腑变化？如何用五行来判读五脏？如何立补泻诸方来作为治疗的基础方剂？我已将历年来的心得和医案刊印成册，请大家在以后的行医问诊中检验会吧。我在观医署几十年，我可有言在先。学医必本前贤经典。哼！妄想自传经典误人子弟，我绝不答应。为何屡屡针对于我？我并非针对于你，而是针对你写的书。医道事关性命，不能离经叛道，辱其尊严。我哪一条说错了？你可以与我辩驳，整个观医署都可以与我辩驳。你也太自不量力了！你一个人能顶得上观医署10几位御医国手？你一个人能顶得上千年传承的先贤医典吗？我不是要反对先贤医典，我是要查漏补缺，贡献我的经验，救更多的孩子。你没来汴京之前，我们观医署就没救治好过孩子，偏偏你一个人比我们都强。我看你这是嫉贤妒能。你这话呀，不仅是看清了我，也看清了你自己呀。哼，你不配再和我理论了。不过有句话，我要坦然相告：只要我徐静伦在观医署1日，就断不会如你所愿。我以为进入观医署，我就可以把我知道的交给大家，现在看还是不行，总是有人从中作梗。还是那个徐太医，要不找几个绊子狠狠地打他一顿，让他累身老骨头也不吃打。胡闹！钟阳，你们的恩怨我打听了，没大事。要不我找几个有分量的人来，替你们解开这个疙瘩。这个办法好。他毕竟资历了，老是这么心里别扭着，与你的前程也不好。哪不是让我前个去给他赔？不是，不是赔，不是，就是说2句软话。他那么大年纪了，当得起。
我瞧他就是从骨子里瞧不起我钱哥。还有，说软话管用吗？你不是说钱哥的父亲就是去说软话呗？住嘴！神通之状，多汉恶通。然鸡藤不能正立，面庞难服众。何人乱闯宵禁？给我搜！是。大人，是观音府的。问问他是谁，去哪里？这2个人送他回去。是。这位大人，大人，您住在哪里？太医府，我要去徐太医府。老爷，老爷，有人找你，有人找你。谁呀？街上的施主送来了一位观音署的大人。徐静伦，你给我出来！陈乙，怎么回事？寡廉鲜耻，斯文败类，你也配做郎中？你对得起祖师扁鹊宫吗？你胡说！你扪心自问，我的诊治是错的吗？我的见解是错的吗？你也是郎中，你明明知道我是对的，是能救人的，可你为什么阻挠我？为什么不让我交给那些学生？呸！你是有私心，医道本是这世上最清白的营生。你清白吗？你的心清白吗？你对得起那些因你而死的孩子们吗？一派胡言！快把他轰出去！你对得起教你医道的先生吗？你对得起天下的百？这都4天了还不行，会不会？张太医说并无大碍，应该就是无大碍。他可是圣上最信得过的太医。这圣上派张太医来，想必也是长公主求的情。改日让仲阳当面去拜谢。自家老乡不必那么客套。眼下最急的是，圣上那边等不得了。这回定要跟他们好好理论一番，说不定小五的招也得试试。徐太医已经自身难保了。倪国公手足深色，口吐白沫，双眼上翻，身体缩成一团，呼之不应。太医们连换了几次方子都没效。这倪国公是圣上最心疼的皇子，自然龙颜大怒。长公主力荐了你，不料你又被徐太医的家奴打伤，昏迷多日。仲阳还是很疲累，等到了宫里再说吧。无妨，我已经没事了。没事儿？你都昏了4天了，还说没事儿？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儿时跟我爹爷在玩耍。哦，这可是仙人托梦啊！哎，你爹爹可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还没来得及说呢，我就醒了。皇上，医学翰林钱乙已诊治过倪国公。医学翰林钱乙，见过皇上。钱乙，我儿何病？回皇上，是惊风。倒是与观音署的诊断一致。可有方子？臣已写就方子。与观音署的方子
大略相同。你可知，这些方子均不见效。皇上，药方虽然相似，运用却存乎于心，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呀。我想我的方子里有一味药，观医署的方子里肯定没有。哦。可是造心土，正是造心黄土。此土乃炉灶底部中心的焦黄土块，皇上可以让御厨房送半斤即可。胡闹！黄土怎可入药？你想让我儿喝黄土汤？皇上，仪国公是手足抽动，此乃肝风内动，龙阳上亢。此方补土，土旺生金，金能治木，则手足痉挛之症可平啊。钱姨，这些话过于玄妙，究竟能不能治好仪国公呢？一剂见效。这可是在皇上面前，不是在我府里，话不能说得太满，还是再斟酌一下吧。皇上，病在患儿身上，疼在钱乙心中，为医者一刻都不能多等啊！好一个病在患儿身上，疼在你心里。速取造心土煎药。我开的那个方子出自《金匮要略》，你的呢？只比我那个方子多一味药，就是造心土。你能保证一剂见效吗？徐大人，你的方子，白术附子，温补脾土以复阳；地黄阿胶，滋养阴液以复精；黄芩为实，以清理热；甘草为佐，和中缓急。是啊，可是你的方子虽好，可药效太猛，仪国公年纪尚幼，难以收纳而起效。可是我以造心土为君药，统领各臣药，则阳生阴长，刚柔相济，木得其平，经风可止啊！受教了。唉，圣人云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啊！”你看我，抱残守缺，食古不化，不懂得后生可畏，真的是死得其所呀！娘娘，药来了。快点，快给我。皇上，仪国公已服了药，好了。真的好了？药于2刻前服下，服完咳嗽几声，抽搐即停，到现在再也没有发作。仪国公已经睡着了。好了，好了。好，钱乙上前。皇上，效不更方，再吃2剂，仪国公的病定会大好。钱乙，你医术高绝，兼又心怀慈悲，朕很喜欢。朕封你为太医丞，去把观医署好好整治一番，将尸位素餐的庸医剔除出去。啊，多谢皇上赏识。不过，臣以为臣的方子之所以起效，那绝非臣一人之功啊。之前太医们的诊治有效，只不过起效略慢而已。臣的方子只不过是顺水推舟，绝不可独领功劳啊。你确定如此？皇上，
臣知道，医道乃人世间最最清白的营生，心正，医术方可上通天地。好，如此，就依你之意，朕再赐你找紫衣，配金鱼带，以彰显医德。多谢皇上。爹，儿子如愿了，儿子能让天下更多的小孩得救了。你在天上看见了吧？啊！钱乙所著的《小儿药证直觉》，被后世之人誉为世上最早的一部儿科学专著。老师，我要把你的医书传播天下，救更多孩子的性命。直到350年之后，欧洲才出了他们的小儿科专著。钱乙的医理成为后世中医儿科学的核心思想之一，救无数儿童脱离病痛折磨。尤其是他取法古方研制的肾病药方，后世命名为6味地黄丸，名满天下，惠泽千年。